哇哦！阿米诺海运键盘，同时阿米诺跨界新品海运赛车椅现已上市。全宇宙的华人玩家，各位好，我是聂俊。就在前不久，索尼宣布将于4月1日对 SIE Japan Studio 进行重组，精简大量的部门，仅保留了宇宙机器人的开发团队就是那个做 PS5 内置游戏的经常关注游戏新闻的玩家应该注意到了早从去年开始，外山圭一郎、鸟山晃之、大仓纯也、三季真晃等一众日本工作室核心人物都陆续宣布了离职计划。虽说当时也隐约感觉到了不妙但没想到这么快就走到了重组这一步。Japan Studio 作为一个拥有将近28年历史的老牌第一方，相比于索尼众多的欧美工作室，其独特的亚洲视角、低调文艺、与世无争的风格，以及各种和第三方合作开发的佳作，为 PlayStation 平台的多样性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工作室。虽然重组并不代表结束，老 IP 换个团队依旧可以制作，但看着这么多老面孔同时离职，有的决定自立门户，多少还是有点物是人非的感叹所以在这个时代交替的转折点，也算是做的纪念吧。我想暂时放下理性的条条框框，更感性的从个人的角度，借重力异想世界这个由 Japan Studio 创造的非常另类，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原创 IP， 唤起一些关于这个游戏，也关于他们的回忆。2012年初刚发售的 PSV 价格依旧坚挺在3000以上，以掌机来说绝对是奢侈品特别是当时的物价。但我还是咬咬牙，随本体一同购入了3款游戏，分别是神秘海域黄金深渊、忍龙西格玛 Plus 以及重力眩晕。重力眩晕就是重力异想世界，是从日版的重力的眩晕简化而来的。那可能是媒体用多了，玩家听惯了，所以 PSV 时代都习惯叫重力眩晕。亲切一点的就喊重力少女，调侃时会说跳楼妹或者失足少女。重力异想世界这个正统叫法是直到后来的 PS4 版才普及。那两个翻译我都很喜欢重力眩晕朗朗上口，文艺范十足，也莫名很像喊大招和游戏的卡通风格相得益彰。重力异想世界呢，则简单明了地点出了游戏最大的特色，超越常识，释放幻想，属于那种初看有点普通，但一结合游戏又立马能让人心领神会的名字。那一般做视频我们都会以游戏的官方命名为主，但唯独这个游戏让我觉得混着用也没啥，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一个呢？当然还有一个因素因为它的核心玩法如大家所见，就是操控重力的飞来飞去，很简单，但也很考验玩家的空间感。象性不好的就很容易完成重力呕吐，难怪老玩家都喜欢叫重力眩晕但凡晕过一次的，这名字就根本忘不掉。但一旦熬过了前期的眩晕，习惯了，摆正了心态，重新拿起了 PSV， 操作凯特一头扎进游戏时，这一次通往异想世界黑旗沙威的大门也会向我们缓缓打开。古典、自由、浪漫、神秘，消去重力，跃上云霄，错落有致的空中都市在身后慢慢下坠。体内的肾上腺素却让我的心情越抬越高，满是期待。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庞大，庞大到塞下了另一个时空的整个文明，仿佛每个巷角都是一道风景，每个路人都有段故事。但这个世界又是如此的渺小，渺小到只要我愿意就可以随时随地一个按键轻松打破束缚着所有人的物理法则，模糊距离的概念，飞向天空，坠入云海，以我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方式到达任何一个我想去的地方。这既不是 GTA 那种事无巨细全部覆盖、善恶不论、全凭自由的自觉，也不是荒野之息那种刻入机制、重塑逻辑服务玩法的自由。
如果说传统的开放世界游戏追求的是扮演这个世界其中一员的沉浸感，那重力异想世界赋予玩家的则是打破秩序的无上快感。所以即便像刺客信条这种早就实现了看哪爬哪的自由探索，但重力异想世界的体验依然无法取代，因为在这里玩家掌握了切断秩序的主动权。井井有条的都市，形形色色的路人，准时到达的列车，分工明确的社区，我们既可以选择融入其中，也可以瞬间脱离置身事外，将自己和整个世界互相隔离。游戏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瞬间，就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了自己居然可以靠重力直接从一个空中都市无缝飞到另一个空中岛屿。看着远处若隐若现的土地从背景慢慢变为轮廓，再化为实体，随着场景音乐的响起，看着眼前截然不同的风景与行人，想想十几秒前我还站在身后的背景里，那个远到已经有点看不清的都市恍如隔世的强烈对比，能够让人获得极大的满足与亢奋。而且这种基于空间的独特魅力，在之后 PS4 平台的续作《重力异想世界完结篇》里再次得到了加强。得益于机能的提升，不光城市本身的细节、纵深和规模相比一代大幅提升，游戏更是直接将新世界的岛屿划分成了自上而下垂直分布的4个阶层，从最顶层的统治阶级到上层的富人，到中层的普通民众，再到最底层被社会遗弃的边缘人。玩家可以从满是军事要塞的最上一层一跃而下，经历了阳光明媚、优雅富丽的别墅群，穿过满是高楼大厦的商业区，看到喧嚣人潮涌动的集市，最后发现隐藏在层层迷雾之下暗无天日，满地破败，毫无生机，只能依靠上层掉落的垃圾艰苦度日的难民区。整个过程带给玩家除了穿越物理空间的震撼，还有这个世界运作机制的无声刻画。哪怕说完全脱离主线的引导不费一字一画，玩家也能轻松的自发的带入其中。可以说，重力异想世界的设定天生就在场景叙事上有着不可取代的优势即便是初代相对水平的分布，放在今天来看也依旧让人深深着迷。更何况这样的体验它的源头来自一块距今整整9个春夏秋冬前的小小的5寸屏上。这是什么概念呢？重力异想世界发售的时候，首次采用 Lightning 接口的 iPhone 5还要将近7个月才会发布。最牛逼的智能手机依然是 4S， 安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一年最欢迎的手游是愤怒的小鸟和瘟疫公司这种类型的作品。任天堂的 3DS 刚要迎接自己的1周年生日， PS4 长什么样没人知道，将主机体验握在手的 NS 更是想都不用想。可以说那一年人们对于掌上游戏的上限理解还寄托在 PSV 身上。而当这份期待遇上了重力异想世界魔法一般的玩法当我第一次感受到整个世界握在手上的体验，那种感动溢于言表。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再怎么司空见惯的画面，只要飞入空中换个角度，轻轻推动摇杆，立马就能转换为让人上瘾的美丽。就像如今的我无法重现第一次玩上 NS 的震撼PSV 和重力异想世界的组合，在2012年为我们带来的感官刺激，也是仅此一招，无法复刻的。而这也是这个系列在我心中多了那么点超越理性的一期一会的特殊情愫。所以哪怕这期视频在部分人看来可能有点过于主观但没关系，因为我相信每个人都一定会有那种不管别人怎么看，但自己就是情有独钟的游戏。这就是我的真实感受，我就是要把心中美化过的有着特殊滤镜加成的重力异想世界说出来。过去玩过超人题材的开放世界游戏，超人能在城市上空随便飞，听着很帅但玩起来却很无聊，远没有蜘蛛侠在大楼间摆荡好玩。游戏角色过于自由和强大，都会剥夺乐趣而这一点，同样在城市间飞来飞去的重力异想世界却处理得特别好。游戏里的小黑猫凯特可不像超人一样，两脚一蹬，咻的一声就飞了出去，那名副其实的屁眼插了火箭凯特是改变了世界的重力方向，并且只对他一个人产生影响，因此在别人看来他是拔地飞起，但对凯特来说是重力上下翻转，他是吊上去的。
想要转弯就只能中途改变重力的方向。由于凯特本身并不会飞行，所以在坠落的过程他也是很难控制自己的姿势的，所以人们会看到一个姿势很奇怪在空中手舞足蹈的女超人。这种设定虽然结果上和超人一样拥有飞行能力，但解释起来就更加有理有据了，让玩家更有代入感。同样，这样的设定也让操作变得更困难，玩家会像初期的凯特一样难以控制方向。但慢慢对重心控制的得心应手之后，这种飞行远比超人那种无限制机动要更有意思。在 PS4 续作里，凯特也和玩家一样从手舞足蹈的坠落变成动作帅气的飞行姿势。在飞行这一维度上，游戏真正做到了玩家和角色一起成长，一起熟练，让玩家能感受到这不只是个飞行系统，而是自己真正习惯并掌握了在天空中舞蹈。不难想到重力响世界操纵重力的玩法是为了配合宣传 PSV 的陀螺仪设计的。但体感这东西嘛，在 PS 家族里先有的是 PS3， 而且三公主自己用的也不怎么样不是被玩烂的独木桥，就是暴雨里那种尴尬的 QTE。至今我还记得神海一里蛋疼的体感丢雷真的是丢雷不过索尼也不是完全不求上进重力响世界原本应该是一款 PS3 的游戏，只不过项目来的实在有点晚晚到外山归一郎开工一段时间后，就收到了关于 PSV 的内部消息，于是又急匆匆的将游戏的对应平台改为了还未诞生的 PSV。 所以本作明面上有长达3年的开发周期，但实际留给 Japan Studio 的时间大约只有2年多。面对一个连硬件具体参数都没有完全搞定的掌机，仅仅2年的时间，又要适应新的开发环境，又要完成一款原本对应 PS3 的游戏，这显然是不轻松的事实上，为了赶上首发档期，重力响世界的确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首先可以感知到的就是战斗系统的简化，普攻、投掷、重力飞踢，再加上一个存在感不怎么强的必杀技这就已经包含了初代的全部战斗要素。实际玩起来就更简单了，基本都是重力飞踢一招鲜。游戏里的敌人耐避种类也不多，还有很多 BOSS 直接就是杂兵的巨大版，赶时间的迹象比比皆是，算是初代最被玩家诟病的一个问题吧。之后的完结篇扩展了不少加入了月球和木星2个模式，分别对应敏捷和高攻，并带来了一些诸如踩气泡和破坏掩体的关卡玩法。虽然依旧称不上多出彩但至少场景和 BOSS 战终于是大手笔一回了。那初代另一个被阉割的就是剧情。事实上，后来的续作之所以叫完结篇，就是因为这2代合在一起才是初代原本设想的故事。这都不能说是阉割了直接就是腰斩比如说初代场景之所以看起来都是黄黄的黑黑的，到了续作反而色彩就丰富了起来。除了机能的限制，在原本的剧情上为了体现2大地区的差异，也让玩家在游戏后半段获得进入了新世界的震撼。设计上有意拉开了2边的色彩基调，先暗后明谁知道后半段直接就没了，结果就搞得整个游戏都黄黄的。然而有趣的是，在腰斩了战斗和剧情之后，游戏反而能够聚焦在气氛和叙事上，反而成为了一款以故事见长的游戏。可见割舍并不是最可怕的，重要的是如何做好当下的版本。提到外山归一郎，想到的应该就是寂静岭和死魂曲。似乎这个男人总是在和恐怖打交道但是他最喜欢的、最擅长的却是融合了幻想与温情的叙事，而这份特质也复刻到了重力异响世界。悠扬的钢琴声中，一颗红色的苹果从树上掉落，穿越吵闹的人群，吸引了警察席德的目光，和神秘的重力少女擦肩而过，一路向下，并最终轻轻拍醒了躺在公园一角失忆的女主凯特。短短的1分多钟的开场，没有 CG， 也没有大魄力的战斗，优美的镜头语言却像一股清澈的暖流润入心头。从融合了各国文化的美术，到沁人心脾的管弦配乐，再到漫画风精心编排的过场，都洋溢着上个世纪的古典风情。就连游戏主线全21章的每一个标题，在日版中都取自一部电影或者小说。哪怕没有宽广的知识储备，只要进入了这个世界，都能轻易被他的文艺气质感染。这是款欢快的游戏，凯特会因为没有洗澡而被路人嫌弃，帮助搬运可以臭晕整个军队的腌黄瓜，穿上学生服在校园里举行搞笑的仪式。可爱的少女总是能够一边无私地帮助他人，
一边遇上哭笑不得的麻烦，欢声笑语间满满的全是惹人怜爱。这也是一款有点伤感的游戏，有人为了生存去当小偷，有人为了欢愉践踏别人的家园，在世界的下端，下到任何正常人都无法触及的深渊，住着一群因为车祸流落至此的孩子，每天以垃圾为食，期盼着有人会来营救。然而地下一天，地上一年，他们不知道的是，两个世界的时间概念天差地别，人们早已淡忘了那场车祸。这更是一个充满未知的游戏，讲不清来源的奈币，时不时席卷大地的重力风暴，神出鬼没的超能力怪盗，用自己的梦来构建世界的想象主，耸立在地图中央无人知晓用途的苍天大树，还有最关键的女主角凯特的身世和带给她重力能力的黑猫大师提，所有的未知组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牵引着玩家的好奇心飞向未知的深渊，让我总是一边对后续发展充满了期待，一边又对知晓真相而产生恐惧，就像那个深不见底的无法解读的世界树，一段接一段的不停地下坠，不停地下坠。这种不知道去向何方的亢奋与不安，对玩家来说无疑是最好的引导。不得不说，在玩弄人心这一块，他们真的很有一套啊，时而搞笑，时而伤感，时而梦幻，借法式人文浪漫的外衣，在一个架空的空中世界里，极尽想象之可能，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荒诞离奇但又充满了爱意的温情故事。事实上，除了故事本身，另一个对代入感贡献极大的、值得单拎出来的就是游戏的 UI 设计。从地图样式到设置菜单、任务查询、技能升级，重力异想世界初代就已经构建了一套极其统一的并且赏心悦目的 UI 风格。凯特的重力槽边框使用了和他身上服装一样的金色边条，对话、主线、挑战等任务图标则采用了和漫画过场相呼应的美漫风。完结篇因为色彩的丰富， UI 设计也比初代更加大胆绚丽啊！设置背景下凯特若隐若现的身姿，搭配上了结合了霓虹灯和射散的艺术风格，既梦幻又不让人觉得出格。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我在灵魂献祭那期视频里同样夸赞了他 UI 设计的高代入，那个游戏 Japan Studio 也有参与开发，怎么样，是不是有种殊途同归的感觉呢？当被法美通问到为何会选择出来独立时，外山圭一郎这样说道：我擅长的风格并非是万人向的大众作品然而目前主机游戏的开发面向全世界的大型游戏已经逐渐变成主流我所擅长的风格怕是难以施展的。看完这段对话，再回看重力想世界，外山圭一郎口中的坚持与无奈是不是就清晰了起来呢？我们可以说出很多喜欢重力想世界的理由，但如果非要总结成一点，我想那就是不一样。它和我们玩过的所有其他游戏都不一样，这很简单也很重要。从现在来看，独一无二的重力玩法，独树一帜的美术风格，个性张扬、塑造丰满的各式角色，有传统开放世界没有的地图格局，更有数不清的脑洞设定和魔幻剧情，这就是当时索尼旗下送给玩家的独立大游戏。那现在想想，索尼第一方好像一直在坚持这条路。Japan Studio 的重组确实让人惋惜但这至少是一次双向的选择。外山圭一郎和其他那些离开 SIE 的人们，起码是有的选的没有被迫继续自己不擅长的领域。或许正是因为索尼的宽容和默许， Japan Studio 才能在过去的28年间，在资本市场的狂轰滥炸之下，一直置身事外，坚守自我，不随大流，用他们独特的审美开发出了像捉猴啦、ICO、旺达与巨像、死魂曲、重力想世界、宇宙机器人这些饱含开发者创意和个人情感的作品，也和各种第三方工作室合作完成了诸如 Patapon、恶魔之魂、灵魂献祭、自由战争、血缘诅咒、最后的守护者等令人难忘的经典之作。我们或许少了一家特立独行的工作室，但这个行业却因此迎来了一大群由他们培养出来的理想主义者。祝愿他们这一次可以如愿走出自己的不一样。那最后，由于是老游戏了就不做什么购买建议了。有 PS4 和 PSV 的或许已经玩过了，没有的也不建议再为了它买 PS4 和 PSV。我估计这个系列未来会出 PS5 的复刻版我觉得留到那个时候再好好享受这款游戏的浪漫吧。Gameplay 同在，我是聂俊。
你在哪里找那么多游戏？他发现好游戏。